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侯爷，小人还不想死。你当着百官的面，把事情做这么绝，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吗？小人出身贫寒，孑然一身，若是浑浑噩噩度此一生，死与不死，又有何区别？小人并非身无长物，所以想要搏一搏，搏的就是此刻。此刻也不会太长了，等马车一停，我就会杀了你。还有什么话，趁现在都说了吧。小人深知侯爷是行伍出身，浴血沙场，见惯了生死的武将，自然是不会相信今日之事与阴阳八字有关。但小人今日就是命不该绝。你精通堪舆之术，给你自己挖一条逃生通道，易如反掌。而你却明目张胆地从皇陵出来，你是让本侯要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放了你，要让世人知道你命不该绝。小人想要逃生固然容易，但只怕此后终生都不得以真实面目示人。小人有幸得侯爷赏识，才离了上无偏房、下无寸土的日子。若小人还想为侯爷卖命，就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。况且我也是人，有人想要算计谋害我，恕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小人拼死也要向侯爷讨个公道。公道？臧海，你堪舆的本事，本侯之前已经见识过了，但是现在，好像你嘴皮子功夫更胜一筹。你口口声声说幸得本侯赏识，但却逼着本侯为借今日之为，失去一名得力干将，颜面尽失。你说你该不该死？小人自认今日没有做错，因为我知道侯爷早已经受够了无用之人。你他娘的是说本侯看中的第一幕僚是废物？侯爷乃人中豪杰，左右跟随的自然不是庸才，但德者才知足。若是不能对侯府一心一意，安分守己，岂不是大大的无用？说，杨大人，斗烧之气，不但不为侯爷网罗人才，还排斥异己。想必之前也有不少人才进入侯府，但终究没有办法走到侯爷近前，留下的不过是些无用之人。但若只是排斥异己也就罢了，这些人狐假虎威，产生交下，只怕给侯府引来大祸。今日屈大人还没等侯爷下令，便擅自射杀杨真。纵然是为侯爷着想，但终究也失了分寸。
侯爷若是不信，不妨等会儿看看，曲大人是不是又替侯爷将小人的生死做了决断？下车。怎么把车停后门了？后门闭紧啊，方便动手。藏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小人性命全凭侯爷。侯爷，赵大夫，给他治伤，跟楚怀明说，修改名册，把藏海的官职给删了，报上杨真的生辰八字，就说长史杨真自愿殉葬。侯爷，藏海此人野心太大，难以掌控，该杀。你是觉得本侯不能掌控，还是你不能掌控？意思是，我忘，这是孝敬刘中士。白凯，你们顾传主准备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刘中使远道从京城来替金上采办，听说他还是皇后的亲信，咱得招呼好了。是。但是你们平时对本官吝啬的很嘛，拿一些毛皮人参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意思是说笑了，你是掌管码头的市舶使，顾船主家的哪船货物进港敢忘记打点？你意思是啊？再者，我还听闻刘中使此次来意不善，咱把他伺候好了，以后大家才有钱赚，是不是？也是。
怀英，关师，京城一别有1年多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在悲欢亭外为你送行，亭外一片落花，真是令人惆怅。那个时候我便在想，何时何月何年何地，才能与你重逢啊？我在这海宇边地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你瘦了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皇后当朝，很多官员不是被降职就是被废除，我也不例外。不听。说刑部有人陪着刘忠使来蓬莱，我当时就想，这要是你该多好，居然是我，本来想的，陪刘忠使赴完晚宴再来找你，怎么在这里就碰到你了？我是来这儿堵一个叫顾梦斌的船东，因为一个小案子，我传唤了他3日，他都避而不见。顾梦斌，这么巧，今天晚上做东的就是他。顾船主到。大兄，你看那边，这顾家的阵仗也太大了。他是蓬莱最大的船主，这港口进进出出上百条船都是他的，他的船能开到倭国跟百济国呢。你们几个先去收拾一下。快！下说，意思是，哎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了？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在刘忠使面前，绝对不能提黄金，尤其不能提百济金几个字。他们往帐篷里运人呢，看不见呀，肯定是什么宝贝。小民冒昧得知，忠使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，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，愿忠使开怀一醉。听说顾船主心思缜密，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。小民不敢。忠使。下官在市舶使，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。不知刘忠使此次来，要采购点什么？这要看蓬莱有什么了。啊，都是些微薄之物，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。下官请刘忠使先过目。我是个粗人，平生呢只好2样物事：一呢是听个曲儿，2是黄金。忠使说笑了，蓬莱不产此物啊。但是歌妓顾船主已经为您准备好，就在外边，就在外边。顾船主啊，还给您准备了一些薄礼，希望忠使笑纳。
等等，什么人啊？不长眼啊！狄明府不认得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明府恕罪。明府，之前就是这个叫白凯的衙人，我找顾传主，他从中百般阻挠。哎，一定是误会，小的怎敢？都站好了啊！别急了，别急了。乔娘子，狄明府，并刘中使，蓬莱县令狄仁杰求见。这是师伯使给刘中使的接风宴，让他来作何？听说这狄仁杰和侯府郎是旧相识啊。回中使，在下与狄仁杰确实有同窗之谊。我还听说，连皇后都对他颇为赏识啊。是，不过在下看来，他生性好动，在京城赠贤不闻暗读，奉皇后之命，在蓬莱施展权巧。请狄明府。是。有请狄明府。慢点跑。下官狄仁杰见过刘中使。侯府郎，意思是？师伯使是五品官，比七品县令高啊。坐。听说狄明府生性好动，这黑夜前来，不是为了蹭口酒吧？刘中使自京城来，下官有事远迎，以示失礼。哎，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我是个粗人，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？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，我倒是好奇了。哎，没见过县令断案，如果你有公事，就在这里办，让本官看看。下官从命。刘中使，咱们还是先听个曲儿吧。祭乐入。有劳曹娘子。此画中人叫王内德，据说是顾传主手下的一个衙人，负责转运海外货物。狄明府，我早就跟你派来的人说过，我手下没这个衙人。哎，娘子，给刘中使弹一曲儿。娘子怀里这面鼓，倒是很特别嘛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在下乔泰，请问娘子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玉素。听口音， 저는 백제국 사람이에요. 哦，他也莫管闲事。我跟玉素娘子说话，与你何干？不巧，今晚这里的歌妓我们全包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！我看你跟班的了不起啊！你给我等着！
数日前，衙门公差接到举报，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。经查，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，原定上月返回，却迟迟未归。于是，本官便差人去找顾船主核实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士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我大唐军中墨刀，淬火斤两，锐不可当，依唐律，不得私藏倒卖。可经屋主证实，8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，本官查出的这一批，就有墨刀100把，幅员弩80副。顾船主，我想请问你，一个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，可以销往何处呢？既然说王立德出海，狄明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，何必跑来扫中使的雅兴？在下已经说过了，从未雇过这么一号衙人。哎，顾船主，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衙人，这证据何在啊？娘子，别听。意思是，根据市舶使的告示，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，码头上有个油灰铺子，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，上月购买油灰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。油灰，防水止漏。正是。这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也有暗船，这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。狄明府，码头归我市舶使管，每一条船收1成的税。你说有明有暗，是告我失职喽？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，又说船不在市舶使的告示上，那岂不是成了鬼船？顾船主，如果你手下的衙人贩卖刀弩，那可是谋反。小人冤枉，请中使明鉴。意思是，狄明府说市舶使漏税啊，这非同小可，待下官回去好好查查。本官初到蓬莱，有些困倦了。我看这件事，不如从长计议吧。中使，此案事关重大，可否请顾船主留下，容我问个清楚？听狄明府的意思，是怕本官护佑他二人。不敢。兄，你快看！疯子，别动！别动！天家兄弟，咱们干什么？天家兄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误会！明府，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！明府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都别急了，狄明府，你的人。二人确实是县衙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船主。狄仁杰，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旁人退下。不对。狄仁杰，
皆知。王后，你知。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！看那边，船过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走过去看看。越来越近了。船上好像没有人啊！真的没人！鬼船！这是鬼船！奇怪呀！这船快掉过来了！送仔细了，这边没有。这个箱子来了，那给我仔细的找，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，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来了。刘中使奉旨办案，昨天晚上，摆明了就是想敲顾船主和义思使一笔，转足他俩的好处。你可倒把他的好事给坏了。昨晚真是意外，我疯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小心行事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你不能在这失了，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。知道了。李司事，可查到了什么？刘中使，下官来了，下官来了。回禀刘中使，这条船诡异的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等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。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伙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、剑痕都没有。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一起跳海了？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
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儿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，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，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怪了，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。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呀？啊！来来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。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百济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侯夫郎，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夫郎。皇后叫你查走私，意思是和顾川主明明都知道百济金，却在那儿装傻充愣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逞强出头。刘中使是带着密旨来的，这边没有，我能躲得掉吗？这个箱子来了，那边看一看，把这个打开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刘府，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。你看，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，被砍断了之后，砸下来，滚到了那儿。之前就放在这儿，都记下来。灵府，他们还带了蘑菇来船上。不是带来的，这蘑菇是长出来的，长成这样，至少30天。熬掉出事的时间，这船大概是在20天前驶来的蓬莱。20出发，那他们的出发国应该不是漠河国，也不是倭国，他们应该去的是丹罗国或百济。向渔民打听过了，百济金。米桶怎么会放在这么一个漏水的地方？这都已经发霉了。
帮我。传来，救人。明府，玉素娘子带到了。见过各位官家。免礼。请开始问吧。 성함이 어떻게 되세요? 어디에서 오신 거예요? 저 백제 사람입니다. 백제는 탐락 신화가 해마다 전란이 지주되고 있습니다. 저 쌀떡을 잘 만들어요. 나라에 와서 장사하고 싶어요. 의리사는 제 직접 형이에요. 그냥 형 따라 배 탔는데 지금 모두 다 칼 들고 있어요. 무서웠었어요. 이것만 만들고. 가는 도중에 방향을 여러 번 바꿨는데 하얀 자기 손을 봤어요. 여기서 다 죽을 거라고 형이 너무 두려웠었어요. 그날 무슨 일이 있었는지 모르겠어요. 좀 갇혀 있었어요. 며칠 동안 갇혀 있었는데. 그런데 이튿날까지 기다렸는데 어찌해도 판자가 안 열리는 것이오. 그래서 내 마구 소리를 질렀는데 아무런 회답조차 없었다고. 等到第2天，他怎么推也推不动板子，拼了命的喊也没有人回他。如果不是被你们救了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问他可认得此人？ 이 사람을 아시나요?狄明府，别受这百济人的诓骗。从百济到蓬莱的航道上根本就没有小岛，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证明这个瘦子在胡说八道。他不是饿疯了，就是在故意骗人。他的话没一句可信。 여기 무신. 他在说什么？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귀한테 들었어요. 他说，在一个船员的身上见过一个怪异的纹身。他哥哥说，那些船员身上都有。画下来。 여기 보신 거를 그려주실 수 있어요?黑夜又出现了。是。那时你们还小，不知道，这会儿前朝余孽曾经很是嚣张，散落各地，是先帝的一大隐患。后来是哪年来着？贞观14年。 剿灭颇有成效，基本剿绝，剩下的也都灭了。那次剿灭该托谁的福来着？狄明府，你的父亲狄之训功不可没呀。回中使，狄之训当年的案子早就已经平反了。 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与黑雁有勾结，
狄之逊当年是受到威胁，才选择自尽身亡。不过，正如您所言，这销声匿迹多年的黑雁，又卷土重来了。狄明府，你觉得这走私百济金的是这伙人吗？以现有证据，尚不足以得此结论。那还不快去查？是。刘忠使是官场中人，说话难免你莫要介怀。前尘往事，不甚了了，说说无妨。只是没想到黑雁又卷入这大案。贞观14年剿灭过他们，今日一样可以。这次你我协力，一定可以。那边好像有个人。你怎么样了？空松没动。这都第5顿了，这傻小子被吃坏了。你说了，他又听不懂。反正意思是说了，喂饱他，管那么多干嘛？走。确定他是噎死的。我一早得到消息就去查验了，从他欧洲的食物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毒物。饿极了的人是不能这么暴饮暴食的。谁让他这么吃的？一盘。明府，红叔，海滩上飘来一个人，像是那个鬼船上的船工。死的活的？活的。通报刘忠使侯副郎。升堂。禀明府，此人全身腥臭无比，我们给他冲洗过了。下去吧。是。당신혹시 백제 사람이세요? 官家，替小儿伸冤。你到底是百济人，还是我大唐的子民？小的是百济人，名叫姬撒，祖上世代和大唐做买卖，所以会说大唐的话。既如此，说说你们的船。是那个姓王的，押船牙人，杀了所有的水手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的就是他，王立德，王立德！我看见他杀人了，我就跑，他追我到甲板上，我万般无奈之下，所以才跳船的。跳海的时候你拿的什么？一块木板。不是葫芦吗？不对，是一块木板。我就这样趴在木板上，幸好随身携带了钓钩，我每天就钓鱼，才活了下来。在海上漂了10日，匪夷所思啊！你说王立德杀人，那他为了什么？小的不敢说。为何不敢？小的怕被砍头。大胆说！刘忠使在此，定替你伸冤。那小的就说了，有一日，小的在后甲板听见王立德跟别人密谋，说这条船私运了一大批黄金，有1大箱。王立德还说，这批黄金跟庞来的很多大人物有关系，其中一个就是
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。胡扯！这是诬陷！姓易的官家，血口喷人你！县令也收了他们的好处，好像叫姓狄。我就是那个姓狄的县令。我问你，船员可是黑雁的人？什么黑雁啊？我们就是普通的水手，为了养家糊口被王立德招募来的。那不对呀，有人说在你们身上看见了黑雁。哪儿呢？官家要是不信，扒了我的衣服看。来，我给你们脱了看。成何体统？李唐，这个案子由本官接管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！